越南建议日本帮助建设648亿美元的高铁项目，中方淡定看戏，结果会如何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爽。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是世界第一，而且中国的基建能力呢也是世界第一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兴建一条改变国运的高铁项目时，最好的选择就是交给中国公司。在海外承建高铁项目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名片，但是并不等于每一个国家都会将高铁的建设交给中国，特别是对中国抱有强大戒心的印度和越南。过去我们很多人对印度将高铁项目交给日本人感到失落，现在看来，中国公司在局外观一场好戏有多么明智。印度和日本在签订协议时相互安慰和欺骗，而在落实项目时则相互推诿，而现在呢，就是相互干瞪眼。日本人声称这件事被印度坑了，印度则说日本人要学会理解。这已经变成了一场二者互怼的游戏。再看看日本在越南承建的高铁项目，其实远不是用烂尾就能解释得通的，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更像是相互忽悠。越南的南北高铁项目的规划始于2000年，计划建设一条长达1559公里的铁路，连接起首都河内以南部的商业中心胡志明市。按照当时的规划，这条高铁要在2014年开工，2035年全线开通运营，而且使用的就是日本新干线的技术。结果日本人眼巴巴地等了10年，越南人说我们因为没有钱不玩了。越南交通运输部在2019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建设一条运营时速320公里的客运列车铁路。同时，经过升级改造，该高铁还能实现客货联运。这个规划同样未得到国家评审委员会批准，原因很简单，没钱。现在为了节省费用，最新的方案又降档次了，实现客货混合运输，最高时速降为每小时225公里，但仍需要投资648亿美元。这个方案省了18%的费用。但是越南还是没钱。越南政府1月13日发表声明说，越南总理与日本财政部长铃木俊一举行会议时，要求日本协助建设贯穿南北的高铁。那么，越南为什么不要中国公司参与竞争呢？中国公司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吗？说实话，我们当然对参与越南高铁项目有兴趣，但是非要拿下这个项目，似乎呢又不大可能。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越南对中国抱有戒心，不太愿意在整个国家的交通命脉的发展上依赖中国，他们更放心把这个项目交给日本人。这叫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从战略上讲没毛病，这个我们也能理解。二是这个项目本身就风险性极高，1560公里的一条铁路，要到2041年才能全线通车，这在中国高铁建设公司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该项目打算分3个阶段投资建设，不能全线同时开工，因此工期拉得很长，也就是说，任何承包商都难以控制成本。何况越南政府是否能够投资到位，也是个未知数。以日本的施工能力和建设速度，分期分段看上去更有利。但这里的关键是需要日本政府进行投资，而中国显然不可能拿钱给越南发展基建。中国公司大概也不愿意承接这样一个跨越近20年的项目，因为带来的风险太大。越南1年的 GDP 才3000多亿美元，而600多亿就相当于它1年1/3的 GDP 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。越南发展高铁对中国本身是有利的，我们对日越合作乐观其成。就算日本帮助越南建成了高铁，越南经济仍然会慢慢地融入中国经济圈。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看大戏。总体而言，从越南发展高铁项目可能烂尾的结局来看，中国要是参与了基建，
很有可能会陷入吃亏不讨好的窘境。如果越南主动找中国，我们该要价就得要价，绝对不能吃亏。如果越南非要找日本，那我们也乐观其成，祝他们的投资项目不要亏得太多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